想問大家兩個問題。第一個咧就係返教會同埋參與宗教聚會係咪眾多嘅休閒節目裏頭其中一個呢？你認同嗎？第二就係宗教信仰係咪一種古板老土嘅宗教行為呢？同我哋日常生活其實冇直接關係嘅，你認同嗎？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我們的祖宗從前都在雲下，都從海中經過，都在雲裏海裏受洗歸了摩西，並且都吃了一樣的靈糧，也都喝了一樣的靈水。所喝的是出於跟隨着他們的靈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們中間多半是上帝不喜歡的人，所以倒斃在曠野裏了。這些事都是我們的鑑戒，使我們不要貪戀惡事，像他們貪戀過的一樣；也不要拜偶像，像他們中有些人曾經拜過。如經上所記，百姓坐下吃喝，起來玩樂。我們也不可犯奸淫，像他們中有些人曾經犯過，一天就倒斃了23000人；也不可試探主，像他們中有些人曾試探主，就被蛇咬死。你們也不可發怨言，像他們中有些人曾經發過，就被毀滅者所滅。這些事發生在他們身上，要作為鑑戒，而且寫下來，正是要警戒我們這末世的人。所以自以為站得穩的人，必須謹慎，免得跌倒。你們所受的考驗，無非是人所承受得了的。上帝是信實的，他不會讓你們遭受無法承受的考驗。在受考驗的時候，總會給你們開一條出路，讓你們能忍受得了。今日嘅經文係保羅寫信俾哥林多教會嘅信眾，向佢哋指出昔日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時候，上帝以雲彩去保護佢哋，使佢哋有平安，能夠渡過紅海。當佢哋喺曠野冇水飲嘅時候，上帝又喺磐石裏頭俾佢哋有泉水飲。保羅要哥林多教會嘅信眾知道，即使日常生活裏頭面對逆境，上帝係唔會離開佢哋嘅，亦都會一樣保護佢哋嘅。喺13節有咁樣記載，總會給你們開一條出路。保羅俾我哋嘅提醒，有信仰同埋依靠上帝嘅人都可以經驗到上帝與人同行，而且上帝會為人喺困難嘅時候開一條出路嘅。各位，作為一個有信仰嘅人，我哋嘅信仰生活究竟點樣可以同上帝同行人生路呢？手機 Apps 都要時常更新啦，更何況我哋嘅信仰呢？當我哋面對困難、前程難料嘅逆境裏頭，嘗試向上帝求幫助，以聆聽、等待、平和嘅心去迎接上帝嘅建議。上帝唔會讓我哋孤單走路，相反係與我哋同行嘅。喺我哋情緒低落嘅時候，唔好讓生活壓力主宰咗我哋嘅生命，嘗試揾一個安靜嘅地方，公園、海邊、山上、郊外，享受上帝所創造嘅大自然，用我哋嘅耳仔去聆聽下風聲、水聲、葉片吹動嘅聲音，用眼睛去睇下遠嘅地方、近嘅山脈，用我哋個鼻去聞下周圍嘅味道，最後嘗試聆聽上帝向你發出嘅聲音，留意佢微小但係有方向嘅指示。
耶穌基督上十架，佢嘅受苦帶俾我哋嘅領受係乜嘢呢？耶穌基督係依靠乜嘢嚟勝過逆境嘅呢？我哋自己嘅十架又係乜嘢呢？我哋可以依靠乜嘢嚟走呢條十架路呢？